大家好，我係阿米。我哋買樓之後，因為疫情完結，馬上通關，樓市急劇反彈，以為我哋能夠買喺最合適嘅時機，錯啦！喺今時今日，大家都應該知道，喺通關嘅同一時間，美國先開始暴力加息，令我哋成功未收樓先加息。收樓之後，更加要面對銀行嘅不斷加息，每月供樓嘅支出變得更加多。同時買樓之後，樓市指數嘅低位更加比我哋買入嘅時候跌咗足足20%。買完樓之後，剩翻嘅投資擺咗喺香港股票，更加係跌到極低，成為咗蟹貨。想套現嘅話，只能夠賤賣。做業主嘅話，係唔係只可以捱打？甚至聽到好多業主話賣樓去做定期好過啦。亦有業主同我講，喺呢2至3年買樓嘅業主都已經變晒做負資產，生活苦不堪言。但係點解喺上一條影片我哋講到，我哋可以喺呢個咁惡劣嘅環境下都能夠從容面對？其實係要點樣先可以做到？另外，持有物業嘅業主應該要去點樣面對呢啲嘅環境？究竟係唔係賣樓低抄會更加着數？想知道嘅你，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啦！如果大家都支持我哋呢條片嘅話，可以俾個 like 呢條片，咁樣影片就會自動儲存喺你嘅播放清單入面，方便你隨時可以揾翻出嚟重溫多幾次。順帶一提，呢個頻道係分享我哋認為最有用、幫助到普通人達到財務自由嘅資訊。如果你都想由一個普通人一步步咁達到財務自由，活出你想要嘅人生，可以訂閱埋我哋嘅頻道，接收我哋每個禮拜為大家準備達到財務自由嘅免費信息。上一條影片都講到，除非業主係行差踏錯，或者失業之後冇辦法揾翻差唔多人工嘅工作之外，根本唔會供唔起樓。更何況係疫情通關之後，普遍嘅人工加咗。以同薪級嘅政府低層公務員嚟比較，由21年到依家已經加咗超過10%。咁既然多數嘅業主嘅持貨能力都冇問題，咁點解又要賣咗層自住樓呢？唔通佢哋都唔需要住？我相信多數嘅原因都係看淡樓市，打算收翻本金嚟收利息，或者係賣樓等跌再低抄。喺而家仲看淡緊樓市，想賣出自住樓，但係仲未賣得出嘅業主，我就想同你分享下賣樓等跌嘅風險。你會認為樓市仲會跌幾多呢？我就誇張啲，就係比高位要跌40%，但而家已經跌咗28%啦。咁假設你個單位係高位係600萬嘅，現價已經係432萬，個目標就會係360萬。當你而家賣咗佢，咁你就會以432萬賣出，再喺360萬買返，係唔係等於賺72萬？個答案當然係錯嘅，因為喺買賣樓宇嘅開支往往係極高，同時你一買一賣嘅動作，除咗要俾賣家印花稅之外，其餘嘅開支更加要俾2次，開支更加接近20萬，更加未計你要搬2次屋嘅費用同埋舟車勞頓嘅煩惱。同時，你會失去咗呢層樓嘅享用權，呢個先係最貴嘅地方。當你嘅租金扣咗利息雜費之後，最少都要俾多幾千蚊一個月，所以獲利並唔係想像中咁高。同時，呢個情況係假設你買中咗方向嘅情況先會發生。往往賣完跌唔足價就反彈嘅話，你就唔會去買返樓。跌足咗個價錢嘅話，你就會想佢跌多啲。賣完即刻反彈嘅時候，你更加唔會想買返，因為不但賺唔到錢，仲要俾更加多嘅手續費去承認呢個錯誤，就會跌入咗一個永遠只會睇跌嘅陷阱之中。由2010年至2021年高位，都聽過唔少朋友賣樓等跌，但係往往個結果就係以後都買唔返。你又係唔係想同佢哋一樣？定係你堅信而家就係97年嘅2.0，要跌返70%先合理，所以而家仲有大把水位去跌？咁有冇人記得喺1997年金融風暴之後，一碗雲吞麵係幾錢？係10蚊。27年後嘅今日係幾多錢？30至40蚊，升咗3至4倍。
當然雲吞麵係當年嘅窮人一物，差異係可能比較大。但以我嘅認知嚟講，巴士嘅車資升咗差唔多1倍，日常用品升咗超過1倍，市值租金都升咗超過1倍。人工我就拎同薪級政府嘅低層公務員嚟比較，係升咗86%。而樓價喺97年到24年9月又升咗幾多？係咪以倍數計？錯啦，係1倍都冇。個答案係35至67%。唔信你自己去睇下1997年嘅香港樓市指數同而家嘅香港樓市指數比較下就知啦。睇新聞見到係以倍數計嘅升幅，只係傳媒別有用心去揀啲特定時間嚟製造吸引嘅標題。當然，我拎1997年其實都係當年嘅高位，比較而家嘅樓市已經跌咗幾年，咁樣去比較都令樓價嘅升幅係會不合理咁縮細。如果我客觀啲去計，拎97年金融風暴到08年金融海嘯嘅平均數去計，而家嘅樓價大概都係升咗1.5倍。你又覺得人工都加唔到1倍，係唔係代表樓市應該仲有下調嘅空間？其實唔係，你睇翻其他嘅物價就知啦。只係人工嘅購買力下降咗。喺一個瘋狂印錢令銀紙不斷貶值嘅世界之中，你唔好期待物價再會下跌。而租金都係日常消費之一，所以樓市嘅下跌總會有一個限度，唔好盲目地為沽空而沽空，要諗下自己承唔承受到個風險先去再做。喺過去2年嘅高息狀態，好多人都保持觀望狀態，租住先，但係不知不覺而家已經去返一個供仲平過租嘅時代。要點樣去衡量一層樓係抵？我就覺得應該要用30年期7成按揭嘅供款都平過租金嚟去衡量，因為呢個指標已經反映到係有一個十分之理想嘅投資空間。因為喺以前嚟講，做7成按揭已經可以去出租，而供平過租背後代表係你只需要有首期去買樓，不但租客幫你交晒銀行嘅利息，更加幫你還埋還款嘅本金，每個月仲有錢交到你呢位業主手上。只係有首期，買入之後每個月穩賺，係唔係一個好好賺嘅概念？即使你係買返嚟打算自住，你都應該當係你自己租俾你自己，因為係你自己用緊呢個物業嘅享用權。呢個享用權本來都係呢個單位最值錢嘅地方，未來更加會預期減息，做業主嘅只會有更加大嘅利潤。同時，香港嘅業主其實要將層樓租出去係一件好容易嘅事。你睇下近年嘅租金都係上升嘅，如果供過於求嘅話，個租金又點會上升呢？以我住緊嘅屋苑為例，做30年期7成按揭嘅還款額已經平過市值租金。其實仲有好多地區已經有呢個情況，不能咁一一去細數。用呢個角度去睇嘅話，做業主一方更加唔應該盲目睇淡，因為供已經仲平過租，咁我做咩要賣咗層樓去搏每個月俾更加多嘅現金流支出呢？同埋合法出租嘅業主嘅按揭額而家係6成，喺稍早之前更加只係得5成，每月嘅淨現金流收入係比上面嘅計算更加大，咁又何必費錢費力要去賣咗層自住樓呢？翻查資料，97年嘅利率高達10厘，但係租金回報率只有唔夠4厘。單睇呢個數字已經知道當時好多業主嘅租金係唔夠供樓嘅，甚至連利息都唔夠俾，因為當時根本就係用炒差價當道，甚至玩摸貨，未收樓先賣樓，而唔係想同你收租。最後遊戲完結，最後接貨嗰個人賣樓都收唔返本金，收租都唔夠俾利息，只能夠重傷。而呢個先係樓價能夠大跌7成嘅原因。喺過去10至20年都冇呢個情況，其實係一個健康嘅狀態。咁又係唔係應該盲目地覺得依家會係97年嘅2.0呢？減息週期都開始啦，唔通仲要賣咗層樓擺去銀行做定期收息？唔好再覺得定期能夠俾到一個長期嘅理想回報你。喺近20年而言，長期嘅低利率先係主流，再加上租金係有跟上通脹嘅能力，只會無痛地令業主嘅財富越滾越大。
咁係唔係2至3年前買樓嘅業主，依家全部都變晒負資產呢？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唔係，因為負資產嘅定義唔係買完之後跌就叫負資產，而係個負債額仲大過你嘅物業市值。即使你賣咗層樓都還唔晒啲錢，仲要額外俾錢銀行，先係負資產。實際上並唔係每一個買樓嘅人都會用到高成數按揭，所以樓市即使被高位跌咗28%，都唔一定會令個業主成為負資產。可能你會覺得用高成數按揭去計就一定會係負資產啦，而答案都係否定嘅，因為我哋買入咗物業之後，即使樓價指數大跌咗2成，最後我哋都冇成為到負資產，因為我哋個買入價本來就比市價已經低2成，而家即使跌咗2成，我哋都係變咗冇再買到平貨，更何況我哋係有還款同埋有支付嘅首期，所以我哋根本唔係負資產。即使假設買入咗物業之後成為咗負資產，都唔需要咁擔心。喺之前嘅影片我都講過，喺香港做業主要銀行借錢俾你係需要一定嘅實力先會批出貸款嘅，一般供樓都唔會成問題。喺97年以嚟，香港住宅市場都有一個潛規則，就係只要正常供樓，層樓再跌都好，銀行都唔會要求主動追差價。最近金管局更加將呢個潛規則推上台，表明要求銀行即使抵押品價格下跌，如果借款人按時還款，銀行不應要求客戶提早還款或補差價。我認為只要你嘅利息開支加雜費仲低過市值嘅租金，根本唔需要擔心任何嘢。但係點解有部分業主嘅利息加雜費仲可以貴過市值嘅租金成大截，仲唔易租出？而個原因都不外乎係買咗一個交通唔方便嘅地區入面嘅高日價單位。買樓其實往往都要知道個物業價值，先可以安心保障到你自己嘅財富。因為買入咗之後嘅折價或者日價，你嘅財富喺買入嗰一刻已經喺個賣家之中得益或者損耗，之後嘅樓市升跌已經係後話。所以我哋買樓之後，雖然遇上大跌市，但係不但只得到上一手業主嘅折價，收入更加不斷提升，所以我哋一直都能夠從容面對呢個咁惡劣嘅環境，更加唔需要變賣其他資產去求存。喺呢度，我希望睇咗呢條片嘅朋友都了解到物業嘅價值，業主唔需要再為自己嘅財富再萎縮而擔憂。即使仍然看淡嘅朋友，都可以了解咗風險，再決定如何部署。對呢條片有任何問題嘅話，歡迎大家喺底下留言。如果今日嘅影片幫助到你嘅話，你可以將呢條片分享出去，等你身邊嘅人同你一齊成長。我衷心祝福每一位點讚嘅朋友能夠早日達到財務自由。假如你都想由一個普通人一步步咁達到財務自由，活出你想要嘅人生，記住訂閱埋我哋嘅頻道，接收我哋每個禮拜為大家準備達到財務自由嘅免費信息。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